村霸赵德彪为了赶工期，违规采沙，挖穿了我的鱼塘。我刚买的2万尾黑鱼苗，全部翻了肚皮。4台增氧机泡在泥浆里，彻底报废。我找他理论，他却坐在挖掘机上，把200块丢在地上。我没吵没闹，转头就租了台20多吨重的强力震动压路机，对着他那座违规堆起来10几米高的赤沙山来回死命砸地，直到当天半夜，几千吨吸饱了水的沙山被硬生生震塌，瞬间就把他坑底那几百万的机器全部活埋。第二天，警察和安监局直接上门，认定他违规作业导致重大事故，不仅面临天价罚款，还要面临坐牢。他疯了般的找到我，哭求着让我救救他，给他签下谅解书。2万尾全没了。赵德彪，你采沙挖穿了我的塘，2万尾鱼苗全死了。水往低处流，这叫天灾。拿去买烟，赶紧滚蛋！开工开工，别耽误老子赚钱！喂，老潘，我要租一台压路机，能弄出的动静越大越好。这台20多吨重，带强力震动功能，别说平地，你就是要在石头山上砸条路出来，都轻而易举。行，加满柴油，我连车带拖车一起租，现在就走。满仓，天都快黑了，你这么着急干啥？你那鱼塘不是刚投了苗吗？怎么有空来租这个？我的鱼塘废了，准备把地平一下，改种大棚。行，我帮你装车。满仓，手续都齐了，车你开走，好好干。晚上回到鱼塘的时候，我发现赵德彪的沙山又增高了，这样也好，堆得越高，到时候摔得就越狠。明天就靠你了，等着吧，赵德彪，我马上就让你体会什么叫天灾。杨满仓这唱的是哪出啊？受刺激脑子进水了？租个20几吨的压路机来压鱼塘底下的烂泥，你准备建飞机场啊？清理自家地盘，准备种地。赵老板昨天说的对，水往低处流。我觉得自家地基不牢，在自家地界上压实一点，怎么了？哼，就知道你就是把地球压穿了，你那2万条鱼也活不过来。赶紧滚远点，别在这碍眼。我们今晚还要加班装期呢。接着笑吧，我看你待会儿还怎么笑得出来。1点23分。
来了，进水的沙山被我这么一折腾，马上就要因为不稳定坍塌了。赵德彪，好好看看这天灾是怎么让你坠入地狱的。塌了，全塌了，沙子全倒下去了。喂，杨满仓，采砂场那边出事了，你知道情况吗？知道，我正打算报警呢，好像是天灾。杨满仓，你疯了！你大半夜开压路机震我的沙子，你把我几百万的基金全给活埋了！少废话，先把凶器放下。陈所长，你得给我做主，真的是他用压路机震他的呀！赵德彪，你自己看看你干的好事儿，谁允许你把湿沙子堆这么高的？底下连个挡墙都不修，这沙子刚从河里抽上，全都是水，你堆了10几米高，底下还让人停机器，你这是严重违规操作。不是领导，我以前也是这么堆的呀，要不是他大半夜在旁边开压路机震。你闭嘴！人家杨满仓在自己合法的承包地里平整土地，离你那一座沙山还有快2米远。我们刚才测了，人家压路机的轮子根本没过界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旁边开压路机就能把一座沙山震塌，那旁边过火车它也塌不了。你这叫典型的违规堆放导致的自然滑坡，纯粹是你自己找死。幸亏昨晚底下没人，要是压死了人，你现在已经戴着手铐进去了。现场封锁，停工整顿。机器你自己掏钱请专业打捞队来挖，罚款单过几天去局里领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一定是那个姓杨的搞的鬼！兔子急了还会咬人，更何况是我赵德彪。姓杨的，你想跟我玩是吧？好，你等着。1周后，赵德彪租来一艘柴油抽沙船，几千匹马力的柴油机日夜不停地咆哮，粗大的吸沙管伸进河底，像一根黑色的血管在吸血。河底沙子被抽走，河床没了沙子，水流变得更急了。河水直接冲到了我祖宅门口，祖宅的墙角被水冲刷出了裂缝，怕是撑不过几年了。杨满仓，站稳了，别掉水里啊！天灾无情，水往哪儿流，我可管不住啊！我看你那破房子快塌了，赶紧收拾铺盖卷滚蛋吧！赵德彪，你喜欢玩水是吧？喜欢借着天灾的名义欺负人是吧？行，这一次我不填坑了，我要让你见识见识水底下能藏着什么东西。满仓又来偷东西，你上次租压路机的事儿我可听说了，够狠的啊！钱叔，你这儿有没有建筑工地上用的那种钢钎，就是用来做承重支架的，越粗越好，越长越好。这些行不行？都是工地上淘汰下来的，实心的，一根少说70、80斤，硬度没得说，砸都砸不完。多少钱一根？废铁价论斤称，你要几根？6根。钱叔，这玩意儿可真够沉的。老板，铁丝和锤子。到了，就是这儿。
接下来就该开始布置陷阱了。我要把这些钢筋全都砸进河床固定，赵德彪的船只要敢靠近，就要被这些钢筋给炸穿。赵德彪，你就给我好好等着吧，这份大礼你可得好好收着。这鬼天气真够劲儿！钢筋固定，接下来把土盖上去，遮挡一下就行了。赵德彪，你不是喜欢玩水吗？你不是喜欢说水往低处流是天灾吗？接下来就等老天爷发脾气了。各位村民请注意，市气象台刚刚发布了红色暴雨预警，今年最大的一场秋汛将在傍晚准时登陆。重复一遍，最大的一场秋汛将在傍晚准时登陆。接上级部门通知，上游水库为了保大坝，已经提前发了泄洪通知，请河道两岸村民立刻撤离。快！泄洪通知下来了，别拿东西了，人先撤。满仓，大喇叭都喊泄洪了，你咋还在这儿站着？赶紧收拾东西走啊！赵德彪都没退，我着什么急？他不敢退吧？昨天晚上我亲眼看见，投资方的人带了几个光头大汉，直接去了沙场的板房。对赌协议的交货期就剩最后3天了。赵德彪要是敢停工1天，5万块的违约金加上那些高利贷利息，能把他连皮带骨头生吞活剥了。这姓赵的是真掉进钱眼里了，这时候还舍命不舍财，迟早要把自己给玩死。他不是舍不得钱，他是已经把脑袋探进绳套里了。那根绳子现在正死死勒着他的脖子，每多抽一吨沙子，绳套就缩紧1分。现在只要老天爷在底下稍微踹一脚凳子，他连蹬腿挣扎的机会都不会有。满仓，你这大暴雨的弄这么多碎石子，要给老宅垒防冲堤吗？堵水，天气预报说有大暴雨，上游还要泄洪，水流肯定大的吓人。你们看赵德彪在江心把河底都偷空了，水全往我家老宅这边拐，我得垒点防汛沙袋挡一挡水，别把我家的100年老宅给冲塌了。你这叫防患于未然，是得防着点，要不这大水一冲，老宅真就保不住了。一般的防洪堤是垂直或者稍微倾斜的，水流撞上去以后会被挡住，但冲击力还在，时间长了堤坝还是会出问题。我垒的沙袋墙有一个斜着的弧度，不是直的，而是一条缓缓弯曲的弧线。水流就像一头闷头猛冲的疯牛，你如果正面去堵它，沙袋墙瞬间就会被冲垮。但如果你给它一个斜着的弧度，水流撞上去之后就会顺着这个弧度被强行反弹出去，直接改变冲锋的方向。3天后，暴雨来了，洪水也跟着冲到了村里。赵德彪的船还在不知死活的抽沙。水流把赵德彪的船推向了我之前布置好的陷阱。赵德彪的船底直接撞到了陷阱上，船被砸了个大窟窿，河水猛烈的倒灌进船内了。断开抽沙管，快把备用锚放下去！
无法无天，简直是丧心病狂！在全市发布红色防水禁令期间，无视禁令，顶风作案，过度抽沙导致主河道严重偏移，直接威胁防洪堤坝的安全，这是在拿全镇几万老百姓的命开玩笑！赵德彪，别搁这装死！你涉嫌非法采矿、破坏环境及危害公共安全，现在依法对你进行刑事拘留。站起来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杨满仓，是你，全是你干的！你个畜生！你阴我，我做鬼都不放过你！你们这群混蛋！怎么能是我干的呢？你那座堆得比楼还高的沙山是没按照国家规范做防护墙，含水率超标自己滑坡的，这叫自然规律。你那艘抽沙船是违规作业，在大汛期间强行抽沙被洪峰冲沉的，这不全是您嘴里一口一个的天灾吗？满仓，你那个鱼塘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鱼塘的烂泥已经被压路机压实平整了，我把那片地重新规划了一下，打算在上面建3个高标准的工厂化恒温水大棚，用来专门养殖高较压值的澳洲淡水鲍鱼。为了维持恒温循环水系统，还得在地底下挖一个超大型的过滤池。半个月了，这过滤池的旧坑总算要见底了。你哪位？我是建业集团的项目总监李成。赵德彪违约，他名下的这批沙子现在归我们集团所有，裁决书已经下来了。我今天来是来处理这批沙子的。沙子是谁的跟我没关系，你们越界了，退出去。杨先生，我们是正规大企业，现在我们要把资产运走，但旧路断了。我看你这块地挺平整的，我们需要临时征用一下。这是我的承包地，不借道。建什么大棚？种地能挣几个钱？我们建业集团一天过账的流水够你在这刨一辈子土了。李总亲自来跟你谈，是给你面子，别不识抬举。杨先生，大家都是为了求财。我来之前调查过了，你这一块地1年的承包费也就几千块钱。3万块钱算是我们集团给你支付的临时用地补偿金，签个字，钱你拿走。我不管你和赵德彪有什么恩怨，但请你不要小看建业集团。我们的法务团队有30多号人，随便一条诉讼就能让你这个棚子3年都盖不下来。行，哼，算你识相。不过我有个事儿得提前跟你说一声，我这块地这2天刚动过土，准备挖循环水过滤池，地下会有点空。你们集团要是走大车，可得悠着点。杨先生，你对现代重工业机械一无所知，我们建业集团的车队全是最顶级的重型工程车，你就是在这挖个老鼠洞，我们的车也能给碾成平地。通知运输车队，明天一早准时进场装料，告诉调度室全部上最高规格的重卡，3天之内必须把沙子全部拉完。半个月的功夫，
总算看不出来了。满仓啊，今天来是想做什么？书记，我承包的那个鱼塘因为赵德彪的违规采沙废了，我现在将鱼塘改造成大棚养鲍鱼，现在那地方在施工有些危险，所以我特意来报备一下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把你的报备记录下来，你记得在鱼塘周围贴个公告警示一下。好的，书记，麻烦你了。特种水产养殖农业改造规划书，挖掘机租赁发票，水泥预制板购买票，一切手续都合法合规，天衣无缝。王助理，前面立着牌子呢，说底下是蓄水池，空心的，承重才2吨，咱们这产车20多吨，后面的卡车也10几吨，万一地基塌了，塌个屁！这姓杨的土包子就是故意讹咱们。昨天李总刚给了他3万块钱的过路费，今天他就弄几块破牌子来装神弄鬼，想坐地起价敲竹棒。我昨天亲自用脚踩过了，这地基实得很，他一晚上能挖出个什么鬼池子？别磨蹭，李总下了死命令，今天上午必须开始出料，给我挂上档，直接开过去。他要是敢拦，法务部立刻起诉他挑诈勒索，出了事儿，集团担着。快叫救护车！你敢给我挖陷阱？你这是故意毁坏公司财物！我要让你牢底坐穿！情况比预想的严重，先把周边警戒起来。李总，情况很明了了。这是杨满仓在村委会备案的特种水产养殖农业改造规划书，上面明确标明了要在他的合法承包地内开挖一个长15米、深4米的农业恒温过滤池，村委会盖章通过的。这是他在镇上租赁挖掘机和购买水泥预制板的正规发票，手续齐全。这是他在申工现场拉设的警戒线和警告牌的现场照片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下方空心，承重极限2吨，重型车辆严禁通行。李总，杨满仓在自己的合法承包地里拿着村委盖章的审批，建合法的农业蓄水池，提前拉了警戒线，立了警告牌。是你们建业集团的人破坏了安保设施，无视承重极限，强行把几十吨的重卡开上去的。这是一起由你们单方面过失造成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。你们不仅要自己承担设备损失，还要配合我们回所里接受调查。陈所长，咱们借一步说话。不用借一步，就在这儿说。李总，账得结清。杨满仓，你以为你赢了？我们建业集团的律师团，李总，你还是先操心操心你自己吧。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
你上面的人能饶了你？3个月了，终于第一批鲍鱼长到了巴掌大。满仓，这东西真能卖到80块钱一斤？85，市里的生鲜超市已经签了包销合同了，全包。第一批月底就能出塘，估摸着能净赚个30万。对了，你听说了吗？赵德彪判了7年，还有那个李成的高利贷公司也被市局大黑办给端了，上上下下抓了好几10号人。哎，这世道终究是有天理的。3个月了，终于能好好晒晒太阳了。你看，河也回到原来的样子了，一切都在慢慢好起来。